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铜仁德江县的长风乡。我身后这个洞呢叫做川心洞，据说这里面呢是一片世外桃源哈，有一个老人家呢隐居在这里面已经有10多年。走，我们进去探访一下。很漂亮的一个大场地啊，我感觉都有这个足球场这么大，非常的漂亮。这个洞里面还放了好多的椅子，然后这边呢就是另外的一个洞口。它这个洞呢，它是两边是相穿过的啊，就类似于一个天生桥的那种形式，但是比天生桥呢又要更宽大一点。这边呢建有一排的这个房子，然后这儿呢有一个小桥走过去。从这个地方走过来呢，经过这一座小桥，就会到他们这边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子，纯良的这个房子啊。它这个两边呢，一边有一个坎，然后呢，正好把这个河水呢给它拦到这个中间的位置。哇，走到这边来，好宽大。你在做哪个，水水？你在做哪个？你在写字啊？我来练下书法。你是写书法的呀？我参加全国的书法大赛，我这一次已经是报名了。参加全国书法大赛？哦，哇，你还是个文化人呐！文化是当然是我也是混时间啊。混时间，写得好哦。你写字写了好多年了？40年了吧？都写了40年了。我这个陈云春就写得好啊，可以说是这个达到国家级水平了。而且我不是说我自吹自擂啊。我只有一首陈云春诗，在当今中国他没得几个人做得起。我念给你听。好吧？陈云春大将军是我们大将姓的嘛。秦东疏流，厚德江城。甘霖菩萨，万物不停恩。峰峦突垂，清气耀眼；云追白鹭，柳龙黄莺。河清海晏，盛世风华尽红尘。阴下里望西山玉水，满云追春。观音湖有新雨，乌江飞歌响无行云。喜故乡居民，化于千里。拓平山华，相醉人群；国强民富，气振风情。寰宇激荡，中华魂。同携手，奋进新时代，锦绣乾坤。写得好。这些诗词现在当今社会没得几个人做起，它的文学性，它的艺术性，它的思想性，它的政治性，它的社会性，它的时代性。但是你再好的诗词，你如果没得朋友，他就点不到赞，他又不给你点赞，其他他又看不懂。关键是有文化的也是占比少数。有文化的有文化本身就少，现在懂诗词人少，再加上他这个平台，一般又看不到。这完全是靠自己的朋友圈来发朋友圈，他们读了以后认为最好，他就给你点个赞。书好大年纪的？今年66岁。66哈。你来这里好多年了？今年18年。18年了。你是哪个原因来这里的？我家就是外面的。哦，之前就住那边？就是过去就是1公里。我从小望牛啊、砍柴啊，都在这儿。都在这地方。那我看你这个里面也整了好多房子，又整那些东西，花了好多钱了。这今年花这个500万。花了500万。今年18年了，光是修桥、修路啊、修路，搞这些设施设备就搞得起。你也有恒心的来，花了18年，来慢慢的整。我家这个地方，我当了这个地方来养下楼啊，修个生噻啊。对。我不图那走那勤嘛，那我就图他自己带个舒服啊。楼来的话有几个爱情多个鱼啊，自己带个舒服嘛哈。你这以前是在外面上班了都是？在哪里上班啊？哎呀，我待了单位多。你以前都在政府上班啊？我这个
劳动节呀、计划委员会呀、施华节呀、农经委呀。这个洞主沈叔叔呢，他在48岁以前啊，他也是在政府部门上班，包括在贵阳办事处呢，也上了好几年的班。48岁以后啊，才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打造这么一片世外桃源，真的是令人敬佩啊！在48岁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放下了好多事情。我感觉就这一点上呢，已经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哈。你看，通过了18年时间的艰辛的这个打造啊，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这么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我其实挺佩服他的这种勇气的，是吧？那么好的工作能够放掉啊，回到自己的家乡，真是勇气可嘉呀。那么现在呢，他就是在这里面写书法啦，下棋啦，然后在这里躺着想一想人生啊，对吧？这种生活真的是挺惬意的，让人羡慕哈。如果说让你来过这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你愿意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10千的楼上古寨，这是一座建在有着500多年历史的传统古村落，也被称为周家寨。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角落，包括路灯上呢，都有偌大一个周字，是一座以周氏家族为主的血缘村落。整个村寨呢，坐东北向西南，距离10千县城15公里。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据周氏家谱记载，周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明朝进士周国造出任四川威远县，修建有江西会馆。家属呢居住在该县洛阳乡的大城坡，后来呢又移到西蜀潼关乐乙县天井坝。明朝弘治6年，也就是1494年，距今呢已经有500多年了。也就是现在楼上古寨的始祖周伯权呢，避难贸易入黔，来到楼上古寨啊，发现这个地方前面有河流环抱，后有苍山点缀啊，非常的漂亮，就在这个地方呢定居了下来。楼上村整个村寨以北斗七星树为中心点，划分为4个不同的分区，东南方向为生产区，西南方向为居住区，西北方向为娱乐区，东北方向为墓葬区，功能分区非常明确，让人惊叹。现在呢，我已经在楼上古寨的寨子里啊，走，带你们去逛一逛这个神秘的寨子。那个地方呢，就是进寨子的大门。一进来之后呢，这里是一个广场，中间这个呢就是戏台，也就是说，以前呀，人都在这个2楼那儿唱戏，对吧？这个应该是清代的一个建筑。那么村民呢就站在下面观看啊，整个广场呢还是比较大的。这2棵树其实不简单的，它是一个树头，上面呢分叉开来。这棵树呢叫做桂花树，但是他们这里呢把它称为姊妹树，为啥呢？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啊，一边是开白花，一边是开黄花，还是比较神奇的啊。大家有机会到这儿来呢，正好遇到中秋节前后的话，可以见证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7星连珠的古枫树群，但是呢，现在这7棵树已经不全了。看看这里有一棵坏的，这棵是，这棵是，这棵是，那里那一棵也是。那么目前的话，这7棵树好像只有这2棵是活的，其他的全部都被这个仙鹤在上边筑巢。你看这边这个树上都有些巢，然后呢，就是拉这个粪便下来呢，就把这几棵树给弄死掉了。现在只有2棵活的，还是3棵活的。这个上面呢是紫铜宫，我们去看一看那棵千年紫薇树啊，非常罕见的。
我要是不说的话，你们是不是以为这棵树很普通？其实它一点都不普通啊！这是一棵千年紫薇树，非常的漂亮，长1000年才长这么大。它的这个树的表皮啊，触摸去就感觉像我们的皮肤一样细嫩光滑，非常的舒服哈，摸起来。你看，这写着千年紫薇树。很好玩的是，在开花时节呀，用手触摸整个树身呢，树叶会摇动不止啊，体验后会给你带来好运。我们摸一摸哈，现在在刮风呢，感受不到它这个树叶到底有没有抖动。如果说正好大家来这里遇到没有风的情况下，可以试一试啊。这个地方呢叫做四方碑，就是楼上古寨的墓葬区啊。前方这一座古墓呢，就是四世祖周国珍的坟墓，但它是一座假坟，真正的坟墓呢是在后面的这个岩穴之中，当地人称之为岩穴葬。这座古墓呢，以绝壁为天然的屏障，周围由参天大树覆盖，浑然一体，前方群山环绕，江水环抱啊！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如何？哇，在这个寨子的中间来看一看啊，这个古寨子非常漂亮啊，里面的建筑呢都是这种三合院、四合院的这种造型。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寨子山上的观景台，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古寨的北斗七星的布局。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三宝这里啊，它就是属于墓葬区，这个位置呢就属于娱乐区，这个位置呢就是生活区、住宅区啊。那么前方江边的这个土地这里呢，就是生产区。你们注意看这个地形啊，它就像一个北斗七星的一个斗，看到吗？这个地方住宅区，这个地方生产区，前面那儿墓葬区，这个地方娱乐区，是不是像一个斗？而江边这里延伸过来呢，就是一个坝，对吧？就是北斗七星的一个造型。那通常我们很多人修建房子、修建住宅，是不是在江边？但是它这个地方呢，正好把江边的这一片地呢，作为这个生产用地，而靠山的这个位置呢，建的房子。所以说，你们觉得古人的这个智慧牛不牛？那么前方呢是群山环绕啊，江水环抱，整个寨子在建寨之初就有非常多的考究啊。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有500年历史的这个古屋啊，马山古屋。这个地方呢是龙门，上边呢写有千年古龙门的一个字样。大家注意看，这个龙门是呈8字形开的。那为何要呈8字形呢？主要当地人说有一个驱蛾辟邪的作用。还有啊，这个龙门它是不正对中堂的，是斜着开的，又有财不外露的一个意思啊。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几百年的马山古屋。那么这个建造风格呢，它是四合院型的这个马山古屋，两边呢都设置有厢房。那厢房呢，它有2楼啊，也可以住人啊，也可以放一些杂物。那么那边那个呢，好像是以前的猪圈吧，那个也是厢房。这种属于这种四合院又是3合头的这种建筑啊，因为它前方有龙门，所以呢也把它当成一个四合院。这一栋马山古屋呢，就是楼上古寨最古老的房子，也就是1世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第1栋建造的房子，至今呢已经是有400-500年的一个时间了。大家看这个房子的选的地点啊，也是非常的正，因为它始终是这个地方第1栋开始建的房子嘛。你们看这个正中间对出去啊，前面是一边一座山，对吧？中间呢正好是一个垭口，那这栋房子的向山呢，就是朝这个垭口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龙门，对吧？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用马桑来建房子啊，因为马桑树呢大家都知道长不高。你看这一栋房子呢，它明显呢比周围其他所有的房子都要矮。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用的这个材料啊是马桑树。马桑树呢一直以来呢都是长不高的啊，所以你看这栋房子呢它建的也不高。马桑树能长到这么高的柱子呢，已经是很厉害了，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边上这个厢房啊，也有可能啊，就是以前的人啊，个头是不是都不是很高啊？所以说他建造房子呢，也建得比较矮一点。这个咱是无法去考证的。反正整个房子它跟现在的这个木房子的这个风格呢，应该是要矮1/3左右的这么一个高度。这个古房子呢，全部都是马桑木修建而成。当然，现在呢，因为被烧毁过，所以有一些呢是保存着，有一些呢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比如说这个板壁呢，可能是后来加装上去的。这个上边有写着啊，楼上村古建筑周正奇的老宅。周正奇呢，应该是他们这里的几世祖了哈，他并不是原始世祖。这一栋马桑屋够久远了吧？至今已经500多年了。楼上古寨建在500年来啊，没有出现过水灾，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大的火灾，这得益于人家的防水系统和防火系统。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巷道穿来穿去，那么它的两边，这个古巷道的两边呢，都有很深的这个沟，干嘛的呢？就是排水的。因为整个寨子呢，它是依山而建，所以说一旦在涨洪水的时候呢，这个排水系统呢尤为重要。你们可以看看每一个向山上走的这个巷道呢，两边都有这个排水系统，在这些地方呢有做一个交叉。那么这个房子的下方为什么都有这种石墙啊？你们可以看看两边都有这个石墙，它这个石墙的目的呢，有一个防盗的作用，当然也有防火的一个作用。老娘，这是哪去的？哎，真的嘞！真的的。在这儿耍。哎，我这样。你找哪？买菜种。哦，买菜种。好，那你去买吧，我再看哈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巷道的两边啊，它都先修有一段这个石墙，它的目的呢有防盗的作用，更重要的呢是防火，也就是其中假如说某一栋房子有着火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很快通过石墙能够攀爬上去。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哈，这里建了一个石墙之后，他脚往这个墙上一踩，立马呢就可以到房顶。到了房顶之后呢，把上面的这个瓦呀，这个木料一掀开呢，那么我们的这个火光呢，它就可以什么直接穿出去，就避免了大面积的这种火灾的情况。这个天福井的这个泉水呢，也是比较神奇哈。现在大家看啊，已经天干了2-3个月了，这个依然有这么大一股水。但是在涨洪水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比这股水大一点，大不了多少，它也不会水昏，所以说挺神奇的哈，这个泉水。楼上古寨呀，把这个山水、人文、地理运用到淋漓尽致，包括对村寨的这个防水、防火、防盗系统的建造呢，也是堪称一绝，真的是很多值得现代人的学习哈。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你敢相信吗，朋友们？20年前从一棵楠木树上掉下来一颗树枝，竟然卖了60万。大家好，我是泰哥。现在呢，我在铜仁德江的楼房村，这边呢有一棵4300年的金丝楠木，被称为亚洲楠木王。走，带你们看一看这棵神奇的、价值不菲的楠木树。我们来到这棵树的跟前呢，这里写着亚洲楠木王。千年神树，那么下面呢有好多的文字，也介绍了这一棵楠木古树啊，跟当地的这个土家族的一些渊源关系。大家有兴趣可以截屏好好的看一下。那么这棵4300年的古树呢，就在这个上方这个位置。我们来到这棵楠木树的跟前啊，发
发现这一棵树真的是非常的巨大。哇，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根系啊，是全部抓入地面的。而金丝楠木呢，大家知道它这个木料啊是非常的一个坚硬的，就坚如石头一般的这种感觉。整个这个树根下面，它像这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心脏一样抓向地面。它下面这个树根的这个幅度啊，据说有32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面积，而且还有没露在外面的。那么它这个树的树高呢，有43.5米哈，43.5米是什么概念，朋友们？相当于13层楼的高度啊，大家可以去核算一下。这棵树的树围呢，他们标出来是12米，12米呢，就可能要大概9个、10个的成年人呢，才能把这一棵树给围住哈。这一棵树的树龄啊，至今为止呢，据他们的介绍啊，有4300年。哇，4300年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啊，我还没有出生，可能看视频的各位呢，也都没出生吧，非常的久远哈。我们人活几十年都不容易，那么这棵树矗立在这个地方已经4300多年了，太令人敬佩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棵树的大小，大家在视频中啊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当我特别靠近这棵树的时候啊，你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在看这个树的一个树围，那么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红布啊，把它围起来的。那这个呢，也是当地的这个村民来给它围上的。一个呢表示敬重，第二个呢是祈福啊等等这些意思哈。因为毕竟这棵树生长了4300多年，也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他们好像是每逢一些节日呢，会到这个地方来做祭祀的一个活动。之前我来过这里一次啊，有个本地的阿姨跟我讲啊，他们有一次祭祀的时候啊，下面站满了几百人。那么祭祀的时候呢，都没有什么事情。当人全部撤离开的时候啊，上面呢掉了一个枝丫下来。所以你看，像这样的千年古树啊，其实它都有一定的灵性哈。人们呢在这里来敬重它，当然它呢也是在保护人们，对不对？那么大家来近距离的观看一下这一棵树哈，在我的感觉里啊，就是大，1个字大，2个字非常大，3个字非常大。因为这个可能咱们在视频中就很难感受出来，你到了现场之后，你就感受到这棵树的一个巨大。那么这棵树的上边呢，其实已经断了2、3棵的枝丫，导致呢它的只有这边呢才有枝丫。那么这边的枝丫呢也是非常的茂盛，但是呢左侧呢其实是光秃秃的。我们走近一看呢，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撕裂开了一条口子啊，可能这边太重了，又或者说是这边掉枝丫的时候给弹开的一道口子。所以我觉得这一棵4000多年的古树呢，需要人类的一个呵护啊。那么是不是这边呢应该给它加固一下，对吧？要不然这种大风吹啊，或者说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还有啊，就是它这个下方，因为我们到很多地方呢，实际上看到这些千年古树呢，它的周围呢都是围起来的，而这一棵千年金丝楠木呢，实际上它是没有围起来的。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边上跟它围起来围一下？今年因为这个天气特别的一个干燥，你看这个树的中间呢，有很多这个树皮呢都已经在往下掉啊，看着好心疼，好像是缺水的这种感觉。可以说呀，这棵树啊能够存活到今天，实属非常不容易。它经历了数千年的这种山体滑坡呀、电闪呀、雷击呀、泥石流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自然灾害的一些摧残。我们也看到它整个树的这个身体啊，也是伤痕累累，真是不容易，非常值得让人敬佩。
我站在这里呢，可能大家还是感受不到这棵树到底有多大，可能要用数据跟你们讲一讲呢，才能够够大。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树围12米啊，树高43.5米啊等等，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来告诉你，这个树围12米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它这个树的胸径、直径是多少米呢？3.8米。3.8米什么概念，朋友们？我们2个1.9米的人躺在地上对接起来，这就是这棵树的一个宽度。朋友们，你见过这么大的树吗？所以说这棵树4300年，那真的是此言不虚呀。说它是亚洲楠木王，真的是不为过呀。你有听说过哪里有3.8米的直径的树吗？可能没有听说过吧。而且它还是金丝楠木哟，你们知道吧？金丝楠木它堪比黄金还贵，因为它生长的非常的慢。比如说我们要拿来做这个房子的这些柱头哈，可能就是这么粗一点，它要长多久才能长这么粗呢？200年，所以它非常的昂贵。那么金丝楠木呀，也是我们近代呢才开始把它保护起来。在明清时候啊，这个大量的砍伐，因为大家知道这种木料它是万年不朽木，就大量的砍伐一些有钱人家呀、这个皇家呀等等啊，用这个金丝楠木去建房子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具啊等等。所以说呀，在云贵这些深山里面，很多的金丝楠木呢，就是被那个时候大量砍伐的。你看我们这个楼房村呢，也就只剩下了这一棵巨大的树，可能是因为它的树龄时间太长了，才躲过一劫。那我们周边现在因为你看不到比它小一半，哪怕是小一半的树你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一些这么小的一点树，可能也就是最近100-200年长出来的。可能你们见到过的金丝楠木也就是2米多的直径吧，这种树都是多少年？一般都是1-2千年。这棵树是3.8米的直径，朋友们，你们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个数据。所以说，这棵树能够生长到现在实属不易，非常的罕见哈。如果说咱们用现在的经济来衡量咱们这棵4300年的千年古树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值多少呢？1个亿、2个亿 ？No， 它在中国来说都是无价之宝。在贵州绥阳县的大山上，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大山之上。这个地方啊，环境优美，风景如画。房屋的山下5-6公里内呢都没有人烟，而后方呢几十平方公里都是原始森林。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呢，这一户人家还种了不少的地啊。那么这一户人家为什么现在还居住在这个大山之上呢？咱们今天徒步上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绥阳县的大山里啊，今天又要带大家到这个山顶上去探访一独户人家，估计走1个多2个小时吧。这个下边呢有一条河流，咱们的车呢停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里有一条毛毛的公路从这里弯上来，然后咱们现在呢继续往这里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绥阳县的毛亚镇啊，下边这条河呢叫做阳岩河，我上边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叫做南家坡。如果是本地的朋友呢，应该知道是哪里啊。这边呢有一户人家住在这里，我们得到这里问一问路，然后再从他这个后山去啊。不要搞哈，这2个狗啊跟我好熟啊，我到这里它都不吭一声。今天我走这里路过，感觉跟这2只狗有缘，人家主人家都说这2个狗要咬人呢，结果呢它一声不吭了，就跟着我走了。这里是山下的一家人啊，这里就南家坡，也只有这一家人在这里。然后我们今天呢，现在是从这里一直往上走，对面那儿也东一家西一户的有人居住，包括那山上都有人住的。就在这个森林中啊，盘旋着往上走，全是这种盘山的小道啊，现在就累得满头大汗啊。就是穿梭在这个林间小道啊，不断的呢向上进行攀升。我提醒大家一下啊，
如果你对于 GPS 或者说方向感不是很厉害的话，不要到这个山里来随便挑战啊！看看像这种2道的这种岔路啊，是非常多的，而且呢，整个这个后山呢是上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一旦你走迷路了，很多的这种狭槽里面是没有手机信号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要随意往大山里面走啊。到了这个山腰啊，咱们能够一览众山小，看到山下的很多的风景。那么咱们今天行进的路程呢，还没有得1/3啊，还早得很，因为后面这个山体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刚刚还在跟大家说不要绕路，结果我在森林里面迷路了，我绕了1个多小时的路。现在我们去到那里，一半的路程都还没到。我从早上10点半就开始走，现在已经12点多了，相当于有1个多小时的路就是白绕的。那么现在我可能还要1个半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那里。走在这个路上，连视频都不想拍，累啊，主要是。你们能感受到住在大山里面的人的不易吗？进山出山的时间就要花几个小时。我跟大家说原始森林，大家还不信，你就说这个里边你们胆子小的敢来吗？这边这个山林里边呢，野生动物也比较多。说实话，现在走在这个林中呢，其实是容易遇到一些野生动物的哈。哎呦，走在这个山里还看到一个瀑布，挺漂亮的呀。虽然有点累啊，但行走在山间，感受着山间的溪流，听着鸟语，闻着花香，也是非常不错的。哎呀，终于从这个峡谷爬上来了，这里到了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住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舒服？那个后边呢，还有一片崖壁，也挺美的。这些房屋呢，都是废弃了，没人居住了。我们走过来看一下，应该这里还有好几户人家的感觉。这里呢，好像是以前的一个小村寨的感觉啊。我看了一下，有4、5栋的这个木屋，但是呢，全部都废弃了，感觉就是整体搬迁。那么后边呢，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那片岩壁呢，中间也有这个绿植，是吧？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曾几何时啊，这个地方也是热闹非凡。但如今呢，却是一片荒凉啊！这里呢，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啊，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离这里还有半个小时多一点的路程。今天真的是皮都给我走疼了。这一棵呢是漆树啊，也就是我们以前漆家具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漆树的漆来漆家具。哎呀妈呀，还要走这里上。这一株映山红花开在这里真漂亮啊，可惜它独自美丽。还好我经过这里啊，欣赏它一下。哎，终于到这里了，我的个天哪！这里环境好好啊，朋友们。你们知道我走了多少时间走到这里了吗？加1个多小时的冤枉路，总共3个半小时才走到这里。这边种了好多的菜啊，莲花柏。然后呢，他们坐的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地势非常的开阔啊，又看得开。然后后山呢就几个小山头，住在这里呢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看看这里是不是就像一个桃源仙境一般，隐藏在这大山之中啊。非常的漂亮，这边他们种的玉米啊，老娘，
我在底下走起来哟！天嘞，走好几个小时哦！啊，这公告人吧？哎呀，我就走这上面来耍呀！你们来做了嘛？鸡放在屋里小。啊，你在哪哈儿放了？这底下？这底下才放的。就你们2个人在这里是吧？哎。哦，要看他妈打药啊？哦，打路打哈哈。走啊，你走前头。哎呀，走了几个小时，我走绕路的。走带2边去的，然后又绕起过来。啊。你们知道地势还宽完的。宽完的。几多宽？坐。我走到现在走了差不多3个多小时了。是要走2个多小时嘞。要走那么多时间呢？要走那么多嘞。我是走绕路的，要不然要不到，可能2个小时就走得上来。你们走可能要2个多小时了哈。我们赶场噻，在这里让2会走起上来，就走3个多小时才走嘛嘎。赶场要走3个多小时。啊。自己搞的茶叶了。自己蒸的茶了。哎呀，喝点茶。自己采的。哦。浓茶。还要喝的？还喝点呢。你这个茶喝起还可以。哎呦，谢谢。我说我哪个鸡给你？你拿个鸡给我，你还拿稀奇的拿个鸡给我。红啥？我看你们好像还喂了好多蜂子哈。空的话，简直没得了，就是这个童话，这童子有啊，就没得啊，饿死了。饿死了。这风天天弄个落啊，他出去拿不到花，那个雨落久了就把他饿死嘞。哦。这里主要是海拔高很了哈。我们这下啊。我们给海拔高哦，1500钱，你们贵姓了嘛？我姓周啊。你姓周？你们呢？你们贵姓啊？我们姓燕。燕，包儿那个燕。这里原来有几家啊？4家，5家哟，赶紧得自己买房子出去。主要是太难得走了。我去赶场转来要走将近4个钟头才走到龙南，要会儿弄个上。啊，中间有几家全部搬的哈。也是搬到的了嘛，底下几家就姓杨，我们两姓人就是一个生产队。那你们在这上面现在住些啷个呀？就住点包谷干，也还有4个人嘞。然后再喂点蜂子。蜂子简直没得搞头的。你把这饿了，我们煮点东西吃。饿真的有点饿哎。你们有面条没得？有。今天是真的有点饿了，走了几个小时的路。你有面条的话就煮点给我吃也行，你煮饭的话就太麻烦了。有饭也有。煮点面条。这个是老人家他们喂的猪呀，然后这个是腊肉，正儿八经的腊肉，熏的老黑了，看着就想吃呀。你好大年纪嘞，老娘？78了。你78了？我哪个看你还要才70岁了啊？78了，我天！吃78，吃79的。真看不出来。看一下这里的整体环境啊，那边有一户人家那房子烂掉了，然后这里也有一户，这边也有，然后加上他们居住的这里，这边总的有5户人，也都是姓燕的，只不过现在只有这2个老人家在这里了。你老家在哪个地方啊？我老家遵义的，但是也都是山里面。村里的都不一样。真的难得到啊，我都从我。你年纪要大点嘛，这个老人家年纪大点喽。山里面的人真的看不出来，看起还年轻，连皮肤都好完了。
真的？老了要不得喽。咦，老套给啊！又不动了。我看你们噻还硬找得很呐。找得很。这不行了，还硬找。都饿些了，都推迟了，都哪里都不想去了。78岁的呀，你还要走几多远路啊？给身体遭不住啊？走了回来不行了，累呀。那你们这个就是要吃的任何东西都出去买北京来？这买米呀，买为光为了一个箩嘞，为了个箩嘛，买米那些嘛就是用箩儿去拖干。啊，去买起的话就拖起上来哈。啊，这人拿不来的了啊。人背呀就真的恼火。来了。拿不来的。他饿了，我那做饭。煮点面就行了。你要给他封糖啊？耶，你是干点封糖的还？我们自己供的封是做的封的。哎，你太客气了。一年取得到好多点封糖啊？70斤。去哪有？北京下去卖啊？哎呀，要在屋头来拿呀，就是他送的点钱，他来拿的。哦，有些在屋头来拿哈。现在封子没有去糖的，现在封子损失在大。损失了哈。我死了1000多户。哦。我说是不是小罗又来了？他经常来是吧？他来了好久回来。他也干嘛带几人有点啊？他也干。哎呦，谢谢，说你太客气了。管理远近的人来朋友，只要吃东西，都口述是你一人。我们这个没有走哪的，你感觉这些好的坏的你一见到心。对了，这个人一辈子不容易要过，我跟你谈。真的。让我搞2瓶酒给你。哎呦，我老天嘞！弄个啷个好得哟！我觉得杯酒都杯够干了。哪个来都人生面不熟的，他会记住，何必拿着一斤去了，好花哟！没关系，我们自己做酒的，酒也不贵。我们呢是经常在外面走的人，就我知道我们都农村的人都比较好哈，你不能老是给占人家便宜。已经煮好了。好不？哎呀，马上吃面了。真的饿了，真早。我说我点就不谈了，你等着点啊。你不问我也要谈，我饿了要走几个小时的路转给我不谈啷个行哦？我们是现在在吃出去。不谈这我跟你说，谈真的要谈。真的是。来，好了。就是那就可以吃直接吃吗？要得，那走外面的吃。今天是真饿了，在这个叔叔家吃一碗面哦。我跟大家说，真的走了3个多小时，肚子真饿。你要是今天不在这里弄点吃的，我真的走下去都困难。哎呀，这个老家煮的这个面挺好吃的，加了一些那个糟辣椒。饭的买起来。哦，饭都不吃嘞，这个已经够了，我吃饱了。压根不够，是不是？出门人就不要讲理。真的不讲理。他们自己家搬迁了吧，都已经10多年了，是吧？20年都多喽。等于就在你们2个老人家住在这上面，都已经20年了，相当于是。20年都多了。哦。本来下不来，我都住10年的租界，住得小。哦，然后又回来嘞？还是要回来我还要好点。是，住在山里面呢，最起码生活不愁。我们的最起码少用好多钱。燃烧就捡到了。财经钱捡到了，肥料钱捡到了，光照点电费的话，我们就是光照个灯开个气。我1个月几块钱的电费，大些估计1个要200，200你还要不起点灯。是。那说你们搬来这儿来住好多年了呀？老子搬来这个地方来了。9代人了。
200多年。那你们这点已经的200多年了，应该出去有好多人噻。就是那个人些不发现。你喂的鸡要多多啊？会得有10多个鸡。喂的是自己搞来吃哈。哪个鸡？老个辛苦，我在懒得拉了。哪个鸡？哎呀，哪个鸡送给你？我养我有没有？你送我哪个做了？我送你那个小意思。小意思。千里路上送好嘛，你请人你送。哎，你这个话讲得很好听。真的。哇，这是个下死狗，下死狗拖上水一东西去把眼睛熬下一摘。吓死狗！他不能跟业主那个对干。这业主把熬起工都干了。他一干都敢熬业主。是狗啊！他当真。就要搞不赢了，就把它条狗。我这还年轻10年，我这房子我要动过的，现在算了，娃儿那些走的。他也不在这里住了呀，你还动也抢用嘛？对。但是我跟你讲哦，虽然你这儿现在不通路，但是未来10年，汽车可以在天上飞了，这就有用了。这个在天上飞噻。咦，现在就有了，再过10年这个技术全部成熟了之后，它不需要有公路嘞。你这个地方把爸爸整哈，车子从按3条就飞机上来嘞。哎，现在的科技好发达。对，国家发达。他那个坐人不还上哪个车子啊？那肯定坐人哪不坐人哪开不哟。大家看一下这个叔叔他们这里居住的地方，环境真的非常的好。我也跟这个叔叔讨论了一下他们居住的这个地形啊，然后我们从这个航拍的镜头来看呢，比较清楚啊。这个房子你手头起的吗？是哪个起的哇？哎，就是我手头起了不懂。起的时候不懂哈。你的时候不懂，是懂了我把这个房子老同学拆了干那个刷子，把拆了房子就往这头连过来，就往那个方向住着就好。对，就是你起房子的时候也不懂哈。就是不懂。老杨，我先走了，你还忙啊？不行，我先走了，我要下起雨嘞。感谢了哟，吃了你们家的饭呐。那个抢弄给他了，你不拆别人到现在来耍。好。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告诉你。要得，我把你电话号码呈现给。我说我哪个鸡给你？你拿个鸡给我，你还拿稀稀的拿个鸡给我。啊，我走了，老杨。你慢走。但是让俺一不拆别把又来耍。要来。感谢了，今天。好，我走了，水。哎，拜拜。这两个老人家太客气了，到他们这里吃了饭，他还要留我在这里住宿。那个叔叔呢，还一直跟我说要拉一只鸡给我带下山。哎呀，我说我怎么拿嘛，对不对？我也不可能要他的。他们在这里居住的时间不短哦，祖辈就在这里居住，已经有9代人了。那么算下来呢，已经差不多200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他的大儿子呢是在城里边。你们看啊，这两个老人家呢，他们的精神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呢，得益于常年在山里面劳动，包括这里要进出山呢，每一趟都要3-4个小时。那么现在他们两个老人家呢，是养了有4个牛，有养过年猪，然后喂有1个马。喂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下山赶集的时候呢，好驮东西啊。他们呢年龄现在比较大了，要是背着物资走3-4个小时呢，肯定身体是吃不消的。我出去步行探访呢，走了很多的地方，但是这里呢是目前我走的最远的地方。你从山脚下要来到他们这里啊，就算你马不停蹄的走，你也要走2个小时。这个上边啊，整个都是风景如画。看一下，我们现在无人机在中间这一条山脉，左边这里呢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叫双叉岩，然后右侧呢这个地方叫范正山。范正山呢以前是非常出名的，香火旺盛啊，上面有寺庙，但是后来呢这个寺庙没有了。可以说整个这一片地方呢真的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呀。
可以说这个叔叔呢，真的代表我们大多数山里人的这种淳朴和好客。你看，阿姨在跟我煮面条的时候呢，她刚回来就马上去把这个蜂蜜拿过来弄给我喝，对人真的是太好了。这个叔叔家呢，也喂了很多的蜜蜂啊，应该在冬季的时候呢，他会取蜂蜜。如果朋友们要这种原生态的蜂蜜的呢，下半年的时候咱们可以组团到他这里来玩，到时候先跟他电话联系，到他这里来呢，搞只鸡来炖来吃了，再下山。现在呢，我已经到了下边杨家这几栋废弃房屋这里了，2个小时的下山路啊，想想都够累的。看到这里了，你们就难道不点个赞，不关注一下吗？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深山的峡谷里，无人机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村庄。这个村庄的边上呢，还有一条河流，四周都是陡坡和悬崖峭壁。无人机飞近一看呀，发现这里的房屋呢，很多都废弃，但是好像还有一户呢留守在这里。我们不仅好奇啊，环境这么漂亮的地方，村民为什么要搬走呢？今天咱们就下去一探究竟。这个路特别的陡啊，从这里下去没有1个把小时下不去，关键是上来可能要走更多的时间。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步行到了半山腰啊，看到没有，下边那儿呢就是村子，河流呢好像涨水了哈，都是浑的泥巴水。我们站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村庄真的非常的漂亮，几边呢都是悬崖峭壁。他们出山的路呢，就是从我这里出山啊。这条路呢，也是以前这里村民们出山的唯一的通道。因为下边一涨水呢，你过河也过不了。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村庄的边上呢，就是大片的河沙坝。别提了，夏天在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太爽了，我都迫不及待想下去看一看了。现在下去的时候呢都还好，待会儿上来的时候不冒几次大汗的话，我估计是上不来的哈。看看这些又陡又滑，它这个石头呢又不是说做成梯子的，只是随便的摆了一下的这种石头啊。哎呦，这里有这么多的羊，我估计在下边这户人家呢也是留守在这里养羊的吧。终于到了这个村庄，我估计历史不短呀，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村庄啊。我们看到这里，看到没有？还有以前非常古老的这种石房子。这边应该是一个载基地，看到吧？那边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烂木料。这里啊，以前是个载基地，有口水缸。所以这个下边以前居住的人应该是不少的啊。这个村庄虽然是非常的美啊，但是现在的话真的是废弃了，只有一家人都是留在这里养羊的。我们看这些周边的土地，看整个环境呢，也能看得出来。这边呢，以前绝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大村寨，这个载基地也非常的大，看到吗？这些石头，那里边的水缸。我们看到的房屋呢，可能有7、8栋、10栋，但实际上原先的房屋是不止的。你看这些石坎里边，很多呢都是有房屋的。这一排就是养羊的羊圈，不知道主人有没有在家啊？好像都没听到声音，可能不在家哟。这边是养羊的，这边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但是好大的这个羊味道啊！我看到这里有房子，我就下来耍那个了嘛。你们在这养羊子哦？哎，我这个地方养的。哦，养了好多啊？我100多个。养的100多个啊？哎。我是说，这闻到都就大股味道。就在你们家在的呀？哎，其他的人呢？我搬出去了。全部搬出去了。哎，我就说把我烦难到了。咦，烦了就烦。他们搬出去了就自己没事，我说他们找一个养这种找远了嘛。都等于这个村子全部都搬到上面去了。哎，为哪个要搬上去？哎呦，他政府再早就计划的呀。再早就计划的。哎，再早就计划的，好干的呀。你们姓哪个的？这个地方姓戴。全部都姓戴啊？嗯。有好多家人了，这呢？我们搬这边还有28户。28户。嗯。
我上次看那些房子都全部拆的。哎，全超过了，超过我这儿都。养的。你们来这应该已经好多年了哈。我们在年来也是这个地方住的啊。年来就来这个地方去。年来也是这个地方住，那么我们搞养殖就搞了7、8年了。意思你们搬出来都已经7、8年了？搬出去12多年了，10年过了。搬出去已经10年过了。要5年嘛，要6年期了。哦，其实以前在那儿住起很安逸，就在河边边呐。你们是不是经常打鱼车？以前在河边边？以前没有板子嘛，打鱼嘛就是随时咯，我们晚上抄呀、网安咯，随时就有咯。你养的有鸡啊、鹅啊，些都养的有。啊，你们也不啷个出去要意思？很少出去哈。哦，大家看这个村庄，以前像不像一个石头城？这个也是以前的宅基地，是吧？然后他们这个地形，你们看看，其实非常的不错。河水呢是从上边下来，然后从这里流出去，相当于这个地方呢是被围在这个中间的。然后他们20几户人呢，就是居住在这里哈。看一看，这里有很多的老物件，这个是石磨，磨细梁的，这个属于小磨啊。看一下，就这里呢，还有几栋房屋。我身后这些石坎上边的房屋呢，全部都已经推倒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河边，大家感受一下这里的环境。村子呢就在这里啊，几步呢就可以走上去。然后这个地方呢，真的非常的漂亮。这边是崖壁，这边也是崖壁，然后水流隔断。4边都是崖壁，只有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陡坡，然后呢，他们出山呢就从这里上去啊。你们就说这个地方美不美吧？今天非常的遗憾啊，没有带鱼竿，否则这个浑水游，我告诉你们，可以钓很多的黄辣丁，还有那个钢鳄。我跟朋友们说啊，我们农村有句古话叫做欺山不欺水。这个山呢，再怎么雄伟，其实你都可以翻过去，但是水里边啊，千万不要逞强。比如说这个地方，你看这个上边沉积的这个石沙呢有这么高，而我站的位置呢就这么矮，所以说河边涨洪水呢，它的这个力量是非常的恐怖的，它可以把这些山上的泥巴石头全部给你带走，累积在河床之上。抬头仰望星空，想吃鱼的时候呢，就到河里边来搞几条，几边呢都是崖壁，然后他们的村庄呢就是居住在这里。而且下边呢也有大面积的森林和土地，在远古时代的话，住在这种地方就非常的安全，而且呢生活也可以自给自足。想一想那种感觉呢，都非常的美妙啊。但是非常遗憾哦，这么漂亮的地方呢，即将要消失。等到下游的堤坝建起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可能就会蓄水，具体蓄多少呢？不知道，最少也得上100米吧。那这个村庄呢，就全部淹没在这个水底了。所以啊，我今天拍摄的视频呢，也许就是这个地方最后的影像了。大家好，今天阿泰呢是来到了贵州织金县的银上古寨，这是一个拥有着100多年的古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落呢建在3面绝壁、1面靠山的巨石之上，鸟语花香，风景如画，宛如人间仙境，世外桃源。银上古寨呀，又被称为象背上的村落。我们从远处看去啊，就宛如一头大象。这个村落呢，正好建在这个大象的背上，所以呀，又被称为象背上的古村落，非常的奇特。更为奇特的是啊，这个村落的下方啊，有一个山洞，这个山洞中呢，竟然还居住有一户人家，更加的增添了这个古寨的神秘感。现在呢，我来到了这个古村落的下方，那一户洞中人家呀，好像就是住在这个位置啊，我们上去探访一下。
我们走到这里呢，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古朴的味道，包括这个路面呢都是用青石板来铺的。这个位置有小道上去呢，就到达了这一户洞中人家。这边呢垒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石墙，包括这个洞口呢也是垒了特别高的一个石墙哈。为什么要垒这样的石墙呢？咱们上去呢问一下主人家哈。哇，走到这里呢，仿佛就是进入了这个时空的隧道那种感觉哈，全部都是这样的石头，非常的漂亮。我们进去看一看啊。走到这儿，这个门呢，它就是一个拱门，这个当初是如何建造的？严丝合缝的。有人在家没有？有。哦。有啊。哎，你们是住这儿的呀？哇，这里面好凉快啊，都在这里面呢。喝杯茶哈。可以，谢谢。哎，谢谢。确实有点热，这两天。这个我的生意你随便做哈。外边啊？要得。这里面真的好凉快哟！你们在里面是在整吃的些吗？那现在有吃的没呢？有。整点吃哦，我都有点肚子饿了。你一个人吗？我一个人。一个人要咋吃？你有啥子就整啥子。我给炒个菜吃吗？我你是直接炒成饭。炒菜的，炒菜吃。我现在已经在洞里面了，你们看看这里，像不像一个世外桃源？肚子有点饿了哈。让这个主人家大姐呢，先给我弄点吃的，吃了呢，再带你们好好的了解一下这里边。老板娘把这个蒸饭呢都给我抬过来了，就生怕我吃不饱，看着我个子大。现在呢，已经把饭吃了。我们看到这个洞口这儿了，蓝天白云啊，非常的漂亮。这边呢漆有一面墙，看吧。然后，这个房子呢就是建在这个正中间啊，这个穿洞的一个下方。那么房子上面呢，大家看看啊，盖的还是茅草啊，下边呢是这个木质结构的这个房子。一看呢，咱们就知道这个特别的古老了，应该是很多年了。这个地板上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镶嵌的这种石板啊，每个地方呢都是看到非常古朴的这种感觉。你像这个地方呢，好像还有一个溶洞进去啊，不知道能进去多远哈，我稍微走2步看一看。哇，这里边呢放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农具，好像还挺多的一些杂物的啊，应该进去不远，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小空间啊。主人家呢堆放一些杂物什么的。这儿呢还有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呢就像是一个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有养一些金鱼在这里边。大家看看，这个水不知道是这个地方就有水出来呢，还是主人家把这个外面的水接到这里面的，咱也不知道，待会儿问问。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地方居住真的是冬暖夏凉，因为我刚到这里呢，就是一股凉风袭来，可以看得到啊，两边呢都是有亮光的啊，都是可以穿过的。这个房子呢，正好是建在这个穿洞的中央下边的一个位置，而且位置选的非常精准，正好在这个中间，非常漂亮。像这边呢，还有一个小穿洞，对吧？
这儿还有一个小穿洞呢，是可以看得出去的。大姐，你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呀？住了多少年？啊，好像是100多年。100多年了。不太肯定，他们说我你也不太记得住。啊，你来的话都有10多年了。对。像他这边这个墙的话，他是为什么搞这么高的墙啊？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以前好像是防土匪吧。防土匪。还有豺狼虎豹。哦，主要是两边修这个墙，就是防土匪，防这个豺狼虎豹的。就这边经常以前会有很多的那种动物吗？哦，怪不得。那住在这里都100多年了，他们是好多代人了。那你是这里的这些情况，大概你都不知道了。我说不清楚，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一片肯定是他们来的最早。他们姓什么呀？你姓什么呀？我姓杨。你老公他们呢？姓乌。姓乌，就是一个屋字一个包人的那个屋吗？这个姓很少啊。在我们这里不少。这里不少。刚刚呢，跟这个主人家大姐呢随便聊了几句哈，她对这个山洞的这个历史呢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主人家呢姓乌，她呢嫁到这里呢也才没有多长时间，可能她确实不清楚啊。奶奶好大年纪喽？76了。76了。看你身体好得很呢。你们这个寨子有好多年了呀？这是10后年嘛。最多200年。哎，你晓得他们下边这个洞里面这家人在里面好久了呀？这家都不还不是在这个几辈人哦。指甲还要比你们这上面长。他比王家长。他们是姓乌了嘛？他家是姓乌啊。你说他家可能比这家来的更早。应该是有200-300年了哈。你们这上面都100-200年了，他下边可能真的是200-300年了。是啊。住在山洞里的这一户人家呢，确实是整个寨子以及这个周围呢最早的一户人家。来到这里呢，就是居住在山洞中。那么上面的这个古寨呢，已经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这个山洞的历史呢，应该是超过200年。据这个大姐说呀，他们的祖先呢，也是从这个江西搬过来的，然后在纳雍待有一些时间，就直接到这个山洞了。也就是住在山洞里的这一户人家呢，他是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地方开疆辟土。可能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些地方非常的荒芜，那么所以呢，就在这个穿洞的两侧呢，建起了高高的一个围墙。第一呢，为了防土匪；第二一个呢，为了防野兽啊。因为这个整个周边呢都是原始森林啊，悬崖峭壁，所以在夜晚的时候呢，也会有野兽的这个光顾啊。如果说不筑这个墙的话，那大家看看它这个墙的话，实际上是筑的2层啊，不是单单的1层，是非常厚的。加起来有1米厚，所以你一般的土匪来也好，或者说猛兽来也好，你也是这个无法进去的。在这里待了一会儿啊，真的是太舒服了，有点不想离开的感觉哈。假如是你愿意待在这样的地方吗？大家好，今天阿泰呢是来到了贵州织金县的银上古寨，这是一个拥有着100多年的古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落呢建在3面绝壁、一面靠山的巨石之上，鸟语花香，风景如画，宛如人间仙境，世外桃源。银上古寨呀，又被称为象背上的村落。我们从远处看去啊，就宛如一头大象。这个村落呢，正好建在这个大象的背上，所以呀，又被称为象背上的古村落，非常的奇特。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古寨的上边，带你们去寨子里面转一转啊。这个寨子啊，确实是挺漂亮的。你们看一下，它是建在巨石之上的。像这些房子，上边这个房子都是建在这个悬崖边上啊。我恐怕一般人呢都不太敢住。那么我们走在这个寨子里呢，全部是这样的石头镶嵌的一些小道啊，看着呢就知道是这种古村寨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青砖呐，包括这些石头啊之类的。哇，这里有人在家，你看这边还有一口水井，有水管从这里接水出去啊。哦，这个井叫做月亮井。迎上古建筑群，看一看这里还是省级的一个保护单位。吃饭没有？吃饭了没有？吃了。吃了哈。啊。哎呦，你们这个房子凉快哟，一进来就凉快得很。哦，奶奶好大年纪喽？76了。76了。啊。哎，看你身体好得很呢。你们这个寨子有好多年了呀？这是4合院嘛？啊。100多200年。就是你这个4合院都100多200年了。啊。哇，不得了。是又不是我们的，是我们都没这样。人家原来老大户人家的。地主家。哦，原来的大户人家。哎，对，原来大户人。这个寨子里面，这家是来的最早的哈。嗯。就是你住的这个房子。嗯。给大家伙儿来看一看哈，这一栋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主之一刘家大院。它这儿呢是一个3合头的一个房子。下边那一栋呢，就是王家大院，也就是刚才那个奶奶住的那里。这个奶奶说呢，这个迎上古寨这个巨石上的这个小寨子啊，以前住着2姓人家，姓刘姓王，而且2姓呢都是大地主啊。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对吧？地主都选择住在这里，而且呢，这个王姓的地主啊，他们的后人还在解放之后啊，在重庆市当市长。哎，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有没有姓王的市长哈。重庆市近几十年来，那么我们从这个空中看的话，整个寨子呢，它是建在这个3面绝壁之上。啊，也就是一个巨大的石头，后面呢是靠山的。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山的一个背后，大家看看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朝门。我们可以这样看哈，它的这个山的后边呢也有筑起高墙，看一看，这边也是筑了非常高的一个高墙。这里呢是这个刘家大院，对吗？但是这一边呢也仍然筑有一个高墙。一直延伸过去，也就是它本身下面就是一个3面绝壁，但是这个寨子的背后呢，依然筑有墙，筑有这个门，所以在古代来说，这个寨子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哈。一般的这个土匪啊，你是来攻不进来的。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寨子里面呢，你会发现，真的是土豪居住的地方。在古代的话，你看看，全部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这种方块的石头，那么来镶嵌着的啊，包括现在呢也是没有进行这个硬化地坪，因为人家在古代的时候呢就全部把这些做好了，像这些房子呢现在都是没有人居住的。那我们再往这边去看一看，哇，这个寨子的建造还是有很多的讲究。你看这一栋房子，它实际上呢就是建在了这个悬崖的边上。这个寨子真的是好漂亮啊！这一栋阁楼也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一个边上。吃饭没到，老娘你们吃饭没得呀？哎呦，好热哟！哎呀，休息哈。啊？真意的？这是要咬我是不是？你们这个寨子现在还有好多人住哎？几十家。
都上街去了。这个房子啊，都好多年了。这个都是家的。家的？就贴的好像。皮缝包的家的。哦，那边那个刘家大院才是老宅哈。刘家大院好多年了。哦。俺小区不贴好2年。那个阁楼也没起好久。哦。这个地方像是修的眺望塔，但是现在他们这个门是锁住的，进不去啊。如果说站在这个塔的这个顶端的话，会看到整个寨子的一个面貌。即使我站在这个底下呢，你看，我们也能一览这个寨子的风采。因为这个寨子上几十户人家呢，现在实际上呢房子不多，有些拆掉了。那一栋阁楼呢，这个奶奶说呀是后来才建的。那老房子呢，实际上呢就是刘家大院还有王家大院2个大院，我们都看了是吧？王家大院呢，就是最开始进来见到那个奶奶家住的那里呢，就是王家大院，上边这个呢就是刘家大院。而这个寨子呢，最开始100多年前来的呢，就是刘王2姓，而正好他们2家人呢都是大地主。他们选这个地方呢，一定也是深有考究啊，三面都是悬崖绝壁，背部呢又靠高山，而这个即使是背部高山的位置呢，它也有一个高墙筑起来呢，预防这个后面的人进行攻击。所以说，整个这个地方呢，我可以把它比喻成什么？一个小城堡，可以用固若金汤来形容。因为在以前冷兵器时代啊，像这样的地方你肯定是攻不进来的。你哪怕外面有很多人，你也很难攻进来，因为毕竟在这种小地方啊，它还是能守得住的。这也就是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当地主上百年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因素哈。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古寨探秘之旅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贵州大山一悬崖绝壁上发现神秘文字，千百年来竟然无人能够破解，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呢？今天阿泰带你们去看一看。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片神秘崖壁的下方，就在这个上面哈。那么这个地方的地址呢是贵州安顺的关岭县，这儿呢被称为这个洪崖天书。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我们一起上去破解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破解这千年之谜哈。来到这个崖壁下方呢，这儿有一个停车场，还是比较广的，但是没有划停车位啊，只要一个一个的停着就行了。那么在中间呢，有一棵树，榕树，还是比较漂亮的。看一下这棵榕树，非常有特点。它整个树根呢，将中间一块巨石啊包裹在这里，很是漂亮，就像一个龙爪手一样的啊，把这颗石头给它拿捏住啊，这个也是挺漂亮的。走吧，上去看一看这个天书。这边呢有一个路牌哈，看天书，估计呢就是从这个小道爬上去。这目前来搞破解的人是不是有点少啊？这个小道呢，看去走的人并不是很多啊。为了带你们来破解一下这个千古奇谜，对吧？大中午的，太阳39度，在这个山上走着，也挺热的。顶着烈日来破解这个天书之谜，没准你破解了之后，就成为中国首富了也说不定。你们说呢？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洪崖天书的一个位置。你看我们不远处的这个灞陵河大桥，那这个大桥的垂直高度啊有370米，相当于有152.5楼高的这个距离，非常非常的壮观。那么在我们大桥的前方一点呢，就有一个140多米的非常壮观的一个瀑布，滴水滩瀑布，超级漂亮的啊，特别是在风水季节。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值得一来看哈。你看有3个比较好玩的地方是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大桥，可以看天书，可以看这个滴水滩的一个大瀑布。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3个地方都不要钱哦，
所以说非常值得一看的。想来破解洪崖天书，其实还挺不容易的。从停车的地方走上来呢，我觉得要走10多分钟啊，而且是走这样的毛狗路啊，应该是马上到了。就是这里这一座石壁，看看啊，非常的奇特。你们看得出来吗？这个总的是3面啊，我把这个3面呢都跟大家拍清楚啊。有高人的，你们可以好好的破解一下。这个是第1面岩壁上的这个文字，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你们可以截图啊，破解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能破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第2面、第3面的岩壁上的文字。这里有一片的文字啊，大家可以截图啊，然后好好破解一下。好像他们是悬赏100万还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有悬赏的。还有这里有一片文字哈，大家可以好好的看清楚。朋友们呢，肯定有一些疑问，这个文字为何如此的清晰呢？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复刻的哈，那么那边有一个很高的崖壁，那么这个古文字呢，实际上在那个崖壁上，可能是多年以来已经是这个看得不太清楚了。为了把这些文字保留下来，所以呢复刻到这一面的这个崖壁上的。这个洪崖天书呢，实际上有3种说法哈。第一种说法呢是说是诸葛亮所留，也就是诸葛亮在平定南蛮时期呢留下来的。也有人说是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的这个丰功伟绩啊写的这个赞美的诗，反正咱也不认识哈。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洪崖天书呢，它是一张宝藏图啊。时至今日呀，就在关岭地区呢，仍然有流传一首打油诗，就是洪崖对白崖，金银18台，谁要识得破呀？雷打崖去抬秤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这个天书破解了，可能金银珠宝的话，你都要人来抬才得动哈，就是表示金银珠宝很多，可能藏在某个地方。这个故事啊，说的是殷商时期啊，贵州的鄱阳科部落首领急火，不远千里呢去朝歌进献，向这个商纣王呢进献了当地的一些特产。这个纣王呢是个奉行及时行乐的皇帝啊，他欣然的接受了这些礼物，并且呢回赠了价值不菲的这个金银珠宝。然后呢急火呢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将这个商纣王啊赐的珠宝呢带回来。但是他不知道西南地区呢交通啊很不方便，急火去往朝歌再返回来呢足足用了1年多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啊，他的家乡早已是物是人非，由于这个外族的侵占呀，急火的山寨呢早已被付之一炬，他的族人呢也是四处流亡。特别愤怒的急火呢就将这个财宝呢埋到了一座山洞里，并在这个洪崖上啊留下了自己才能看得懂的藏宝图。随后呢他就召集起族人啊向这个侵略者发起战争。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呢，急火和他的族人呢就全军覆灭了。所以说呀，后人呢就没有办法去破解这一部天书啊，这是第一种说法。那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呀，到现在为止呢都依然没有被破解，这是千百年来留下的难题啊。也有非常多的学者来这里探访，来这里研究，终究呢没有一个破解之法，至今呢都是谜团。以前呢我都没有来过这里了，今天一来看呢，我才想起来我500年前啊练过九阳神功。当时呢因为这个记性不好啊，所以有一部分的资料呢我就把它写在了这个岩壁之上，没有想到是流传了多年呢，竟然还有人来破解这个办法。你破解了也没用啊，因为它只是一部分的这个九阳神功的秘籍啊，跟你们瞎说的好朋友们。
刚才呢也把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详细的拍了这上面的文字哈，有没有高人呢？大家可以研究破解一下。首先我们不说能破解成什么秘籍哈，主要是能不能研究一下这样的文字字体到底是哪个年代的呢？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要下山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你们要出去啊？走哪了？去吃酒？刚刚我听那个大姐说的。你们走哪个吃酒嘛？西门那啥呢？西门有好远吗？走这看。这个是个把小时，食堂这条个把小时走路呀。走路要个把小时啊？哎，现在你们这嘎的总理还住的有好多个人嘛？20来个人。住在上面的还有20来个啊？现在？只是不经常回来哈。他们多数都在城头买房子。哦。现在今天是这个人没结过的。今天有人没了？今天有是有没结过的？有是有没结过的喽，因为我们多数去吃酒去了。哦，上面现在还有人没了吧？是有。有哈。我们老母亲在家了。那个老人家在家。他到我们上边的，你去喝开水是有的。要的。今天好像来的也不是很凑巧啊。因为他们这个悬崖村庄的人有亲戚在外面做酒，他们大多数人都要去吃酒。不过我听这个大哥说，上面还有少部分的人在哈，我们还是上去玩一玩。上来的这个石梯啊，都长满了很多青苔，因为现在在这里居住的人比较少了，而且呢也比较陡峭啊。其实他们走习惯了还好。那么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这个边上是还没有这个围栏的，但是这一次来呢，已经做上这个围栏，铁围栏了。那这样呢，就安全系数要高很多，因为毕竟这个村庄里面呢，还住有70、80岁的老年人，他们呢也会偶尔的上下悬崖村。那有一个扶手呢，对于他们来说就安全很多了。看这里，正儿八经到了这个天梯的位置啊。有句话怎么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走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听到的都是这种叽叽喳喳的虫叫啊、鸟叫声啊，你看，震耳欲聋啊。你都听不出来是什么声音，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叫声都有。现在是早晨的8点多一点，也是大山苏醒的时候啊。在山里面能够听到这种叽喳的叫声，也证明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山苏醒了。哇，走到这里之后，看到这里一大片的竹林，顿时这个心情都好很多呀。这个爬这个天梯累的这种感觉突然间就消失了，然后神清气爽。这一条小溪流呢，就是流下去的一个，从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一个瀑布流下去。这儿跟这个下面的落差是200米要多一点，所以如果在丰水期的时候啊，很漂亮的。我呢还没有遇到这种机会，以后有机会这个涨大洪水的时候再过来看一看。这个就是他们装在这里的一个机械设备，这个东西怎么使用啊，咱也不懂。反正呢，来这里看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呢，搭了一个平台，对吧？这里搭了一个平台，这里有一个电机，这个是手摇的吧？没有看到电线，应该是手摇的一个电机吧。然后呢，这里有2股滑丝，从这个平台这儿呢滑下去，看一下这下边就是200多米高的一个悬崖。那么我们的车呢是停到那个位置的，朋友们看一看。主道呢在外面几公里外哈，这里呢就是一个支道，从这个峡谷进来，
到这个位置呢就停止，上到他们悬崖村呢就必须走这边的这个悬崖栈道上来啊，在这里过来呢就到达这个平台。他们有重的东西啊，要上山，要上崖下崖呢，就通过这个滑丝滑下去。它这个是双向的哟，就是上面的重物呢也可以滑下去，然后下面的这个东西呢也可以滑上来。有一个问题哈，它是上面的重物带下面的轻物上来，因为纯手摇的话你摇不动，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从下面滑200斤的东西上来，那么这个上面呢可能就要压个500斤的东西下去，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从这个地方滑重物下去呢，把下面的这个轻的东西带上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没有电机的，你纯用手来这个进行做滑轮组的这个动力的话，你是摇不动的啊。所以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这里大致跟大家说了一下呢，我们现在往村庄里面走啊。刚刚我听那个大哥说呢，他的母亲还在上面，他的母亲呢就是应该是我们上次见到的那一位80多岁的奶奶。说实话哈，朋友们，现在的这个温度啊，赤水的温度都达到35、6度，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山里啊，却是非常非常的凉爽啊，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是不是啊？这个全部是大自然的这个曼妙的音乐。这一家人呢，就是进入悬崖村的第一家人。我上次来也没在，我估计这次也没在，可能就是下去吃酒去了。啊，这边搞了好多小白菜啊，这个白菜采一点来搞火锅，是不是非常香？这一家人非常的勤劳啊，这边堆了满壁的这个木材，当然这里是不缺柴的。你们看这个地方是比较高的吧，对不对？它的气温相对比较低。你们看看这个玉米哈，其实很多地方的玉米包呢都已经没了。都已经是快淹掉了，你看这里才刚刚长出来，它这个地方高一点呢，所以呢，就农作物呢它也熟的这个慢一点。这边种有这个茄子，是吧？还有这个豆豆，还有红薯，还种了不少东西。这里有一间这个土墙房，这个土墙房是干嘛的？我看一看呢。哇，这家人真的是非常勤劳，这里也是满壁柴，木材，这个里面堆的也是柴，看吧，这个也是柴。我天，这户人家砍这么多柴堆在家里，烧得完吗？都烧不完吧。这边也是柴，我天哪！这个是种了什么瓜？这个是什么瓜？你们知道不？这个是丝瓜。听说指一指它就长不大，不指了吧？等一下被主人骂了。哇哇哇！这个瓜大，这个丝瓜好大。其实丝瓜炒腊肉非常好吃的，炒鲜肉也很好吃。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吃过啊？这个丝瓜，它这个嫩的时候可以炒来吃啊，像这种就不行了。这种你们知道是拿来干什么的吗？这种呢是等它长大老了之后呢，它里面有很多丝，就是把留种子，把种子抠出来就有很多丝。那个丝拿来干嘛呢？就是可以拿来刷锅。以前咱们没有东西来洗锅的时候，就用这个丝瓜的丝，它油脂它都洗得干净，加上热水，它就相当于自带洗洁精的这种效果哈，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哈？可能这个必须是要在农村待过人才懂这个东西啊。我上次来就跟你们说，这一户人家是大户人家吧？看一下这些特别古老的这种石墩子，你看这一个石墩子都是几百上千斤。你看以前都是大户人家，然后请很多的这个劳动力，对吧？来一起来把这些墙垒起来。哇，这个村庄非常的漂亮。我就不知道这一户人家搞这么多的木材堆着干嘛呢？
我估计他的木材烧1年都烧不完了，都1年都不用再去山上砍柴了。然后你看这个地上铺的这个地板都全部是石头石墩，而且它这个石头的厚度应该最少这么厚。这里也是一样的，全是铺的这种石头，太牛了哈！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放到现在的话，像它这个房子的建造加上这个地板的建造，我跟你们说，没有个40-50万你是搞不出来的，就搞这个房子的这个样子，知道吧？就搞这个房子的样子，然后把这个地坪用这个石头来砌成这样，那肯定比你水泥打的地力好多了，对吧？你就做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没有个40-50万你是做不出来的哟。你们看看，此时此刻是不是很多地方都已经热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你看我在这个大山之中悠闲地走着，然后欣赏这样的原始风光，再带你们去探寻悬崖村庄，是不是挺惬意的？你们就在家里这个被窝里躺着，然后呢吹着空调，是不是就可以欣赏咱们这个大好河山呀？这里这2家人呢都有人居住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那个房子呢坐着一个叔叔，他姓任，不知道今天在不在，有可能呢都去吃酒去了。这里呢有一个老人家，我不知道今天在不在。你比如说像这个房子的这边这一段的话，实际上以前也是一个地基，我们从这个镶嵌的这个石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只是可能搬迁了之后这个房子拆掉了，然后呢就把这个地基干嘛呢，就种了菜了。看看有这个地基的这个地圈的一个痕迹哈。那么这里呢留下了这么一个房子啊，是一个老人家哈，他不愿意出去，所以呢就留守在这里，今天应该都不在。这边这个房子呢，就是我们第一次来，有一个姓任的叔叔啊，好像在家，跟他聊聊天去。睡，吃饭没有？还没有啊？吃了，我们吃了早餐了的啊。吃了，又来耍来了嘞。哦，他们都去吃酒去了，你不去？我去练的时候，啊？要爬一坡很高很高，我不去。就是吃酒啊的啊？啊，没有去啊。哦，他们就是要找那个吃酒了嘛？嗯，对对对。也是要走路爬坡啊？哦，对对对，太高了。我还以为你都去了呀。没有去。哦。你还没吃饭呢？吃黄瓜啊？哎，要的嘛。听到你才掏的。才掏出来的，我吃过，我吃过。听到一个。要的要的。这春天呀，噻。哎，春天了，那刮一下嘛。啊？刮一下。不刮不刮，就是那个车，就是那个车，你都没有有没有打龙又刮那个？就是那个车。没有打龙了噻。哎，就是那个车。对对对。好，谢谢谢谢。你最近来没啷个呀？我就在昨天在那园林回来。昨天才回来啊？去干哪个来嘛？哎，你来说。哦哦哦。没有事啊。哦。你在园林有房子哈？啊，金融和平我房子。嗯，我晓得你们都有，应该都有房子。嗯。就是园林2片，建的2片房子哈。哎对对。都有的哈。啊。嗯。你们那个岸上都有用铁来搞起栏杆了哈。嗯嗯。那个是哪事儿搞的啊？我曹老板儿。那一个老板来搞的是吧？哎。哦哦哦。我们来园林的，昨天晚上住的民宿。哦。然后今天早上就跑起这来耍来的。哦。我觉得这个3点半可能凉快就来耍。今天还有去不嘛？你空不嘛？还要进去不？你空没？空的。空的，那我们走原始森林。可以啊。你带我走原始森林去耍。要的。已经到了悬崖村的任叔叔这里了，吃了个黄瓜，等叔叔吃了面条，他带我们去这个原始森林去看看，就是里面有很多大树哈。嗯，对。
上一次来比较遗憾没看到，这一次叔叔有空，正好他带我们去。你们看一下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也是没有人住了，那边也有个房子没人住。他们这里的人呢，所有的人在这个园林村那里都有分配这个房子啊，那边的别墅非常漂亮啊。只是他们住在这里更舒服一点，凉快。然后呢，土地也在这里，是吧？就可以种一些原生态的菜，各种各样的小吃，各种各样的菜，那么就更方便一点，省得出去买，对吧？说到他们就近搬迁的这个房子啊，非常漂亮。正好昨天我去拍了一下，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个航拍镜头。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而且大多数的房子呢，现在都没怎么居住，因为他们还是喜欢住在山上，所以呢，可以把那些房子租出来避暑，应该有60%、70%。所以你们喜欢避暑的，可以到园林村去看一看啊。水水，你这外边这棵叔叔是哪个叔叔啊？哪种啊？这棵叔叔啊？就我啊？那是山茶花。山茶花？我看也好看的很，冬天去的是绯红的一束。冬天绯红啊？我去的是绯红的。我就看它结的有这种果果啊。它就是到冬天有些果果。这个果果拿来起哪个作用啊？它要生噻。你看我这下面生着。啊。生着。哦。生起了啊。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果果的嘞，你这个结了好多哦。这个东西贵不贵哦？它是什么花束啊？好看哦。好看哈，就是冬天才开是吧？哦。它也去一束绯红。哦。你明年都70了？哎。你看起来不像哎。冬天我儿子都在外边，有个跑车呀。在厦门那没跑车。厦门哈。这边这个房子里面呢也有个老人家，不知道还在不在啊？我们看一看。老妞，你都在，我还以为你出来看的啊。哦，你吃饭没得？我就是吃饭。正要吃饭啊？你吃没嘛，宝宝？我吃了。哦。你还认得我不？你是不是？上回来过的，去年。去年嘛，前年你来那提早点拍照，是不是你嘛？哎呦！啊，你还记得我啊？哦。我又来耍呀，来给你打个招呼再走，我都要走了。你老走了？我在高边赶2个人，主社会主啊，我老看到你飞机上给走到床上飞过，我说。哦，高价给房子给生的儿了。俺2个是我儿他去的时候都是我儿他。几个儿吧？这会儿还在，这个等于说是我住刚去长大，结果我那会儿才7岁，等于是我后妈，我青春的后4个啊，结果是那去都嘛生活住啥刚去长大，我那会儿他刚刚才7岁。哦，你说的这个就在这个岁数哦。像你这娃啊，刚刚才7岁，我住在虎娘大是2姊妹，还有个叫任桂喜的德阳。这我自己亲生的都还有4个儿啊，现在还有4个儿啊，有个女我亲生的话。你亲生的有4个儿娃娃，1个姑娘。对，就是我。你也福气好得很啊。哎呦，跟大哥说，多好。你8十几呢？啊？你是8十几呢？8岁1喽。8岁1了哈。今天我大姐死了，他们镜头走啊，你去做大姨个要弄啊。陈协英大姐死了。你现在都是你一个人在屋头？我一个人我赶忙回去，我下过来，我正好个月上火看搞边娘家做主食为主。我结个水果，你改个可嘛？不用，不用了，不用，奶奶不用。结个苹果你改个可？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喝水的，不用了。
不用嘞。先喝几罐茶。喝了水嘞，喝了水。不拿，不拿。耍了去了，你忙你的，你要煮饭吃了嘛。我都煮来都要吃鲑鱼了，大哥，我想要你问你吃没吃？你没吃吗？我吃了。我就少点喝，快一点吧，我就煮粑你吃，我心想怕你没吃话嘛。不了，吃了。哦，吃了就算了，你没吃话，我饭我也有，我汤包面有，我就是面有啥酒有，我又可以整点你吃啊，我记得个又有锅，我又有锅灶，我又拿去。我几个儿子，你晓得吗？说老妈你说你忘，他说原来就是你一个大哥，他说还给你拍照的，他说你在梯子上背个包包，手头拿个手机的，他说现在发出来到处都看到了。就说你这个大哥，我说。啊，他们都看到了哈。哦，多得很，都看到，而且多远的在厦门那边哦。广州那边打工的都看到说，那你没吃饭，你吃饭呢？不要管我哎。都吃鲑鱼了，大哥。吃鲑鱼了哈。哦，我捡个包龟吃了，煮水。你煮熟的宝宝。哦，我捡那个。可以。啊，这个都是用竹片片接过来的水，哎，就在外面都行了，外面晾，就在外面。咦，你这个包裹还是糯包裹的？啊，是，又是用的嘛，又是铁的啊，是啊，糯包裹。哦。吃得多嘛？好吃。啊，不大，我没有去把大锅来煮啊，是我要整那点虫。我就晓得你这个大锅来把你支起大锅把这锅煮嘛，你都吃得上。咦，不用，这个好吃。这个大锅不大，我想不起了。我那年是真的，我想的，你让我得29拍照。对啊。那是你儿媳妇哈。是儿媳妇姑娘。那个是我儿媳妇，是我最高边这个四姑娘。哎，是。这不是在这点嘛，就在这点。对，那个是我四儿媳妇。咦，看到你记性好啊！我大儿媳妇姓陈，叫陈慧茹啊。我三儿媳妇姓赵，叫赵露蓉。四儿媳妇姓罗，叫罗水英。幺儿媳妇姓李，叫李竹皮儿。我婶婶都好多个啊，我有3个女婶婶啊，2个。我最小个儿那个女婶子，都考进正牌大学了啊。她在分别在乐山去读嘛。那个这姐在考的还是正牌大学。我婶婶的，我就18、19岁，我搞大一个。考的正牌大学。哦，他说就不安排工作嘛，那个找工作都好找。好找的啊。对。他去做那种。他都在成都去这个里上。我可以让你把它搁地上嘛，不要端起太重了。你精神头都好得很嘞，我看你。我大哥听我前2天，我自从那年子痛的搞毛病，痛了30个月，在桂林去医好了，这会儿我没得病的，所以呢，我带这些不管种豆豆了，种菜哟，种花生了，结果说还有精神，你看那些黄柏些都是我摘的。黄柏都是你摘的哈？哦，我今年子我还要摘多的那个黄柏啊、茶些我还。你闲不住是不是？你闲不住。我耍不住啊，耍起反为身体还不好，好像这不同那东西跟天天去劳动就没事的。你现在的身体比我上次来好点，是不是啊？大哥，我上次来你的气色不是很好。我姓了哪个王九？我姓周。哦。你这次我整个看你比上次的气色要好得多。大哥，你没有，以后你来这你过着走，不管上边也好，我上边几个人多协会多了，让你过着进来，不说有啥子吃啥子。你要来耍也肯定要来麻烦你们了。你吃这啥子这些，那些不说不称罪。来吧，你给买东西吃。要不然大哥，要不然。就当我给你买礼物。要不然大哥，你打车好辛苦啊！要不然大哥。因为你这里要爬挨哈，
我本来还想带点东西，但是我觉得太累了，遭不住。哎呀，你所以你到时候给买点儿车的。啊，爹大哥，你早些弄你辛苦了。没有，因为你年纪大嘞。儿子来都在耍大哥。要得。哦，哎呦，你要慢点哈，大哥。哎。上梯再去。要得，我走了，奶奶。哎呀，这个大哥太好了，天。因为我晓得你在上班的嘛，我上次如果第一次嘛我不晓得哈，第二次嘛老人嘛我说带点东西，但是我又想到起我尾巴矮了，带东西了太重的，我遭不住。哎呦，大哥嘛，天你仲好一个大哥，天天儿子来嘛都在说嘛，大哥。要得。哦。